近段时间以来，法国总统马克龙称不排除向乌克兰派遣西方军队，引发轩然大波。在遭到美欧盟友接连割席后，他却为何仍不改口？俄总统普京警告称，任何向乌克兰派遣军队的国家都将面临悲剧性后果，发出怎样强硬信号？3月5号，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发布消息称，乌方击毁俄罗斯黑海舰队谢尔盖科托夫号护卫舰。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表示，当天凌晨，乌克兰特种部队在刻赤海峡附近海域使用无人艇对谢尔盖科托夫号护卫舰进行了打击。该护卫舰的舰尾、右舷和左舷被击中。俄罗斯方面目前暂无回应。另据俄罗斯独立报报道，乌克兰军队用无人机群试探俄罗斯防空系统。报道称，在前线失利的情况下，乌克兰军队于3号凌晨试图对克里米亚发动近期以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俄防空部队摧毁了38架乌无人机。克里米亚大桥在此次突袭期间实施了交通封锁。俄乌冲突僵局难破，俄总统普京日前隔空向西方国家放狠话。2月29号，普京发表年度国情咨文，这份26000多字的国情咨文由他亲自撰写。普京首先在讲话中介绍了俄对乌特别军事行动的情况，称俄罗斯武装部队的作战能力成倍增长，我们的部队牢牢占据主动，在一系列作战方向上稳步推进。此外，他还细数了俄罗斯战略核力量的发展情况，称俄战略核力量处于全面戒备状态。外界普遍认为，普京是向西方发出强硬核冲突警告。Гарантированному применению находятся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е ядерные силы. То, что мы планировали в сфере вооружений. 第二天，俄罗斯导弹部队就进行了机动型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俄媒报道称，一枚亚尔斯在普列谢茨克航天发射场顺利击中位于勘察加半岛的靶场的指定区域。此次发射的目的是检验该导弹系统的战术技术和飞行性能。俄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亚尔斯服役数量已经超过100枚，有机动型和发射井型2种，最大射程可以达到12000千米，最大飞行速度超过20马赫，能够从俄境内打到美国全境。分析指出，此次试射的时间点显然经过精心安排，意在放大普京发出的核冲突警告信号。而这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不排除出兵乌克兰言论不无关系。2月26号，法国举办了援助乌克兰国际会议，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马克龙表示，为防止俄罗斯取得战争胜利，不排除派遣军队支持乌克兰。Il n'y a pas de consensus aujourd'hui pour envoyer de manière officielle, assumée et endossée des troupes au sol, mais en dynamique.Rien ne doit être exclu。马克龙此番言论立刻引起轩然大波。美国《纽约时报》称，马克龙2年来首次公开提出向乌克兰派兵的说法，反映出西方削弱俄对乌特别军事行动的意图在不断加强。美国商业内幕网站指出，如果西方向乌派兵，将意味着冲突的重大升级。不过，北约、美国、德国、英国、西班牙等连忙出来否认，称没有向乌克兰派遣作战部队的计划。而在未得到支持的情况下，马克龙依然称自己在俄乌问题上说的每一句话都经过了权衡、深思熟虑。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3月1号表示，实际上西方早就派遣军队在动袭击。据报道，这段录音大约40分钟，录制日期为2月19号，记录了德国空军司令格哈茨将军、格雷费准将等4名德国空军军官展开的一场讨论。主要内容为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巡航导弹的具体细节，如何对克里米亚大桥实施打击，以及如何洗脱德国直接参与冲突的嫌疑等。一名德国军官还称，美英两国军方早已直接参与了俄乌冲突。Und da komme ich dann drauf, dass es so 2 interessante Target-Types gibt. Einmal so eine Brücke im Osten und einmal Moon-Depots, wo wir reinkommen.
So, und die Brücke im Osten ist halt schwer zu erreichen und die Pfeiler sind relativ klein und das kann halt der Taurus darstellen und die Moondepots, da kommen wir halt durch. Und die Brücke ist leider aufgrund ihrer Größe wie ein Flugplatz. Das heißt, es kann durchaus sein, dass ich dafür 10 oder 20 Flugkörper brauche. 值得指出的是，就在西蒙尼扬拿到录音的同一天，德国总理舒尔茨还称不会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巡航导弹，理由是发射金牛座需要士兵在地面提供协助，这一做法将使德国成为战争的参与者。德国联盟党联邦议院国防政策发言人哈恩指责舒尔茨在向乌提供金牛座导弹问题上，显然进行了虚假陈述。It's a reality. It's a real thing, and they want to, somehow hide it, because they are, what you said before, they are very, very afraid that Germans don't want to be involved in the war, but they are already. So all this talk about Russia supposedly planning to attack Europe for Europe to get ready, and now we have them covertly planning attacks on Russian soil, it seems. So this just goes to show just how much NATO is actually involved on the ground. 杰耶夫卡，他还指出，欧盟的队伍军援并未完全履行承诺，欧盟向乌克兰承诺的100万枚炮弹只收到30%。据报道，欧盟去年承诺今年3月前会向乌克兰交付100万枚炮弹。今年1月，彭博社报道，欧盟国家在3月前只能向乌克兰提供近60万枚炮弹。如今看来，显然没有得到落实。俄乌冲突已经进入第3年了，成为名副其实的消耗战，这完全的就比拼谁的家底厚了。乌克兰虽然能够得到西方的军援和经援，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其在综合国力上的劣势。俄总统普京在发表年度国情咨文时，提及了多款战略武器已投入实战或即将完成测试，并警告西方是西方的威胁带来了可能发生核战争的风险。西方媒体借机炒作俄可能降低使用核武器的门槛。请教一下曹先生，您对此如何分析？其实啊，这是对俄罗斯的一种抹黑，因为我们看到他说呢，这个俄罗斯普京总统啊，在这种就是国情咨文中讲了一些新型的战略武器，但是呢，谁在降低这个使用核武器的门槛呢？我们看到是美国，因为美国的 B61-12这种核武器，它是可调当量的，就是把它的爆炸当量从5万吨级、10万吨级降低到几千吨的当量，甚至是更低，所以它降低了它的爆炸的当量和威力。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是美国就是降低了这个核武器的当量，它在降低就是使用核武器的门槛。俄罗斯呢，它使用的这种或者是宣布装备部队的这些战略武器呢，实际上是强调了一个突防性，就是在美国单方面的搞了全球弹道导弹体系以后，他告诫美国，这个我的核武器是可以突破你的这种防御措施的，核战争打不得也打不赢，其实呢是抬高了这个就是核门槛，因为你就是美国就不敢使用这个核武器。日前，欧盟通过巨额援乌计划，决定在未来4年内向乌克兰提供500亿欧元援助。然而，德国防长随后透露，欧盟在3月前援乌100万发炮弹的承诺并没有兑现。请教一下陈先生，欧盟在援乌问题上为何总是调门很高，又屡屡跳票？这欧盟的这些问题呢，其实就2个原因，一个是欧盟本身整体力量就有限；第二呢是欧盟它本身的不统一。那第一个实力有限呢，其实仅就弹药而言呢，看得非常清楚因为欧盟呢号称是要给100万发这个炮弹给乌克兰，在1年时间以内，但是呢这个承诺实际只兑现了1/3，就给了30多万发而已那这些炮弹已经是穷尽了欧盟主要国家的这个所有的手段了它现在的库存和它现在的生产能力都是非常有限的。即使现在呢，欧盟里面依然有像匈牙利奥地利克罗地亚这些国家他们在制裁俄罗斯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等等问题方面呢，一直跟其他国家都是唱反调所以呢，这些国家其实它跟俄罗斯都保持了非常紧密的联系，这是其一。那其二呢，其实欧盟里面那些大国，比如说法国、德国、意大利的，他们的亲俄派
那有可能是丢失了政权呀，在这个政府上没有上台啊，但是呢，他们往往还要通过像匈牙利这些小国家去发声啊，去发挥他们的影响力，因为他们跟俄罗斯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啊，尤其是这个之前啊，战前呢，俄欧之间的整个经济联系非常紧密的，这个影响呢持续至今。所以呢，欧盟就是因为整体力量不行，而且呢它不统一，所以呢会造成今天一系列这个现象和问题。目前，北约在坚定捍卫者2024大规模军演框架下，同时在多个地方举行联合演习，并将俄罗斯列为直接作战对象。那么，美西方为何极力炒作北约和俄罗斯或有一战？北约龙2024、北欧响应2024等演习又演了哪些内容？北约再次扩容将如何进一步挤压俄战略空间？日前，美国防长奥斯汀参加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时，谈及俄乌冲突。他称，坦率地说，如果乌克兰失败，我真的认为北约将与俄罗斯开战。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这是在直接威胁俄罗斯，还是试图给乌克兰找借口？这两种做法都是荒唐的。值得指出的是，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月15号也曾报道，德国图片报援引一份由德国国防部起草的机密文件称，德国军方已经制定了一个详细的演习剧本，为乌克兰军队在俄乌冲突中被击败后，北约与俄罗斯发生直接冲突做好准备。这份秘密文件还对俄罗斯和西方的假想行动进行了详细描述，比如俄罗斯将从今年7月开始攻击北约国家，最初是秘密的，后来逐渐公开化。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说这番话有个背景，即他是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听证会上说的，而美国国会众议院现在是共和党把持嘛，至今不批准拜登政府提出的援乌新法案嘛，这已经导致美国有2个月没有给乌克兰提供援助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乌克兰目前的战略被动。所以呢，奥斯汀的话与其说是威胁俄罗斯，不如说是他在把事态描写的严重点，让美国国会众议院呢赶紧批准拜登政府之前提出的援乌新法案。至于德国说的与奥斯汀类似的话，那更多的是敦促西方，尤其是美国早点结束俄乌冲突，否则呢后果更严重。在此被俄罗斯从训练目标变成更为直接的作战对象。苏瓦乌基走廊位于波兰和立陶宛边界，东边是白俄罗斯，西边是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嘛，所以美国陆军第3步兵师抵近苏瓦乌基走廊，对俄罗斯本土威胁不大，主要是对加里宁格勒以及白俄罗斯构成了很大威胁。但是北约如果敢对加里宁格勒和白俄罗斯动手，那必然导致北约和俄罗斯直接兵戎相见。所以呢，美军的动作目前体现出的还是美国在战略层面对俄罗斯进行威慑。另据报道，北约还宣布从3月3号开始，在挪威、芬兰和瑞典举行北欧响应2024演习。此次演习有来自13个北约盟国的2万多名士兵，超过50艘潜艇、护卫舰、航空母舰和各种2栖舰艇，以及超过100架战斗机、运输机、海上侦察机参演。此外，北约代号为“动感福分”的年度反潜演习也正在地中海举行。美国、英国、土耳其和意大利等各北约国家派出潜艇、护卫舰、海上巡逻机和直升机等，在北约盟军海上司令部的指挥下，训练从空中、水面和水下与潜艇作战的能力。有观察指出，此次演习的针对性十分明确，就是指向俄罗斯。通过这样的高难度的、高技术要求的这种演习，可以比较有效的凝结北约的海上作战能力，提高海上作战战略水平。这个恐怕是他这次演习的第一目的。地中海方向并非俄罗斯的海军主要活动方向，在这个地方进行反潜演习，主要针对的不是弹道导弹舰艇，更多的考虑的应该是常规潜艇。在北约坚定捍卫者2024大规模演习中，英国皇家海军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因趴窝缺席也备受关注。据报道，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在启程前最后一刻的检查中发现严重机械故障，导致无法成行，只能由威尔士亲王号航母接替执行演习任务。
英国皇家海军对2艘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寄予厚望，然而伊丽莎白女王号在关键时刻却再掉链子。那么这次的洋相到底出在哪儿？为何说英国海军面临航母危机呢？英国皇家海军伊丽莎白女王号与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分别于2017年和2019年服役，主要技术参数相同，全长为280米，宽73米，满载排水量为6.5万吨，最多可搭载36到40架战机。首舰伊丽莎白女王号是世界上第一艘采用双舰岛的航母。前部舰岛主要安装有航海、导航、远程探测和警戒、编队通信等设备，负责舰艇控制。后部舰岛上主要安装有航空指挥、舰机通信、电子对抗等设备，负责飞行控制。这样设计的好处，除了有助于降低雷达反射截面积，还能提升航母自身的抗打击能力。在动力系统方面，伊丽莎白女王级是世界上第一款采用综合电力推进系统的航母，装有2台单机功率36兆瓦的燃气涡轮发动机，2台单机功率11兆瓦的柴油机，2台单机功率9兆瓦的柴油机，以及4台单机功率20兆瓦的先进感应电动机，最大航速27节，续航力在18节情况下可达1万海里。据称，它在战时最多可搭载36架 F-35B， 作战首日出动能力将达108架次。这个数字已经接近美海军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平均每天的出动架次。单从这些参数性能来看，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有着诸多先进的设计理念，在搭载 F-35B 的情况下，具有不俗的海上战力。然而，尽管这2艘航母服役时间分别只有7年和5年，但却因事故频发，让英国皇家海军感到无比头疼，包括推进轴密封不严、船舱内漏水等等。这次原本参加北约坚定捍卫者2024演习任务的伊丽莎白女王号，就因右侧螺旋桨连轴器存在问题，改由威尔士亲王号接替执行任务。值得指出的是，2022年也曾发生过类似情况，只不过出问题的和接替的刚好反过来了。当时威尔士亲王号前往美国参加演习，结果刚出港口没多久就出现问题，由于推进轴故障抛锚了，后来被拖回港口，由伊丽莎白女王号顶替参加军演。据报道，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采用的是双轴双桨推进方式，为了满足航速需求，每部螺旋桨的桨叶直径达到了6.7米，这对连轴器技术与材料构成非常大的考验。而英国造船厂生产的连轴器质量不过关，才导致此类状况不断出现。除了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可靠性较低以外，英国想重振海军威风，还面临严重的资金短缺问题。通俗地说，就是养不起。早在威尔士亲王号刚刚开始建造的时候，英国内部就传出建成之后要将其卖掉的消息。英国海军后来虽然不考虑卖了，但也不得不将唯一的2栖攻击舰海洋号给卖了。即便如此，这2艘航母的 F-35B 舰载机至今还远远没有凑齐，战斗力大打折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够钱。因此，英国重返双航母时代后，一直受到外界的广泛质疑。美国国家利益网站日前刊发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英国海军面临航母危机”。北约去年4月接收芬兰为成1万名士兵、3500件军事装备参演。据报道，演习以俄罗斯可能入侵北约东翼为背景，拟制应对方案。请教一下陈先生，根据您的了解，这场演习具体会演哪些内容？那这些大规模演习啊，它都会是打着一个名目，就是说俄罗斯可能是在乌克兰之外继续入侵所谓的入侵其他北约东翼国家，都会以这个名目展开。那其实呢，他们号称对外号称的是这个进行这个演练防御等等这些科目作战，但其实呢，往往会演练什么？这个迅速的大规模的向乌克兰进行兵力投送，在一定的时间点呢，把大量的部队就这么这个非常公开的大规模的派入乌克兰，直接介入到俄乌冲突之中去。
那另一方面呢，这些大规模的演习往往会出现在这个乌克兰啊这条战线之外。那这个对俄罗斯军队呢是很大的牵制，因为俄罗斯呢其实进入这个俄乌冲突前线保持的这个对乌克兰作战的兵力只是它的一部分兵力，它还有很多的兵力是被迫拿出来，被北约牵制住了在其他方向上呢准备对付北约用的。所以呢，北约大量的演习其实就是为了牵制俄罗斯这些兵力，在军事上它意义是非常大的。